選案關鍵時刻，川習會前，現在美國的企業搶先對中國來下手，下什麼手？你看到 Bloomberg 今天說，包括了 OpenAI， 包括了 Google， 包括了 Anthropic。這3個原本是死對頭的企業，現在竟然碾成了一股神。他們對付誰？他們對付中國的 AI。他們是如何對付中國的 AI？他說這是美對中國的一場 AI 歼滅戰。他們要打的就是所謂的真六戰爭。我們都知道，中國包括 DeepSeek， 包括了智譜 AI， 都是用真六的方式去偷美國的 AI 的東西是在上面。但是现在這3家公司要完全對它來下手，而這3大巨頭的公司要怎麼來下手呢？你可能沒辦法想到的是，他現在除了抓到你用之外，他連證據都完全拿到了，包括你的浮水印，包括你的追蹤系統，現在證据都在美國人的手裡，他就是要一步一步掐死中國的 AI。所以，钟哥，今天尴尬的是什麼？川習會前這件事情出來了，這件事情出來之後，習近平不知道怎麼辦。因為你一定在川習會上來威脅我，对，那更尷尬的是誰？那些中國的 AI 商，沒錯，中國 AI 這幾年吹得跟什麼一樣？我們可以自給自足，我們算力非常夠，我們能源非常夠，我們非常非常強。但是現在被戳破之後，他們能夠怎麼辦？他們只能跟美國，你提什麼要求，我只能買單。因為如果你真的把我的這個算力，把我這個 AI 的這個晶片東西真的斷掉的話，習近平最愛的就是晶片，对，我頭會掉下來，會殺頭的。沒錯，這個5月14號的時候，這個川普要到中國去，他這次要跟習近平算總賬。那裡面來說啊，當然了，談到這個什麼石油的問題啦，談到你購買大豆飛機，當然會跟你談到晶片的問題。好，談到晶片的問題來說，當然就是要中國買單。對，那讓中國買單來說的話，現在呢，美國的業者呢，他現在也要跟這個川普說，還有另外一件事你要在意他們，你要跟他們追究什麼事呢？你偷我們的技術，他真六，他真六。对，好，那所以這件事呢，你看美國的3家業者 ，Google、OpenAI 跟 Anthropic 3家公司，他們原本是在互相競爭哦，就他們3家公司呢共同指控什麼？中國你利用真六的技術盜取我們的智慧財產權。然後那想到他們3個怎麼會在一起呢？原來他們之前呢有成立一個叫做前沿模型的論壇，對，他們是2023年成立的。這個成立來說，他們主要是用來監督別人的來偷我們技術，我們美國的技術互相的這個我們互相監督，看有沒有人來偷。他說在偵測違反服務條款的未經授權模型的真六行為，对，就沒想到他們就查到。美國好多家，他們現在指控這個，他們指控中國3家公司，哪3家公司呢 ？DeepSeek， 對，然後還有這個 Moonshot 叫月之暗影，還有這個所謂 Minimax 就是西宇科技，3家公司。他說你們對我們 Cloud 發動了工業規模的真六攻擊。什麼叫真六攻擊？大家不斷的問他問題，不斷問他問題。一直問，我就用這樣來訓練我的人工智慧。所以等於是用這樣。他說這3家公司透過2.4萬個偽造賬戶，不斷的超過11600萬條的這個查詢。美國官員就說，這種未經授權的知識真六行為，每年讓美國的矽谷實驗室損失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啊！所以現在要討回來了，要討債了。張宏，你仔細算了，每年數十億，10年是好幾百億。對，你覺得川普不會跟你說算這筆賬嗎？當然可以算這筆賬，川普這錙銖必較幾百億美金，這個對美國來很補啊，所以我才說他們現在等於是說把這些資料呢收集之後呢，到時候呢這一定是川普會跟中國算的一筆賬。那怎麼辦？那是很尷尬。事實上，現在美國跟中國都在拼什麼？拼 AI。這個川普砸大錢，這個習近平何嘗不是啊？他把這個 DeepSeek 視為是我們中國手中的這個至寶啊！就現在被他發現了你是知識真六。好，那我跟他講。為什麼美國要發動這一波的這個所謂的知識真六的這種智慧財產權？因為你看Anthropic 的收入節暴增。你看之前原本的這個收入來說是非常少，在2024年的12月才10億，2025年來說已經到40億，到2026年的2月前2個月就140億，所以今年可以衝到300億。你看從10億啦，這個40億衝到300億，差太多了吧？所以這個。AI 要大爆發，結果我們的很多被你們真六走，你說你能夠接受這種事情嗎？當然不能夠接受，所以才說接下來這個所謂 AI 戰爭中間的智慧財產權，恐怕在這一次川普去訪問中國的時候，他一定會跟他提出相關的要求。所以，世宏哥，这一次美國對中國的 AI 殲滅戰裡面有個最大的環節，我們剛才講說，中國不是有自主的晶片，中國最大就是什麼華為，吹得很大，我們自主啊，我們非常強啊，但是沒想到竟然是華為自己把自己的泡泡給戳破。沒錯，他竟然說什麼？各位，
雲端這東西，全世界都在賺錢，沒錯，就我華為沒有賺錢。好，我跟他講，事實上這個華為來說，他們就說，我們中國不用靠這個輝達，我們有華為的晶片，好，所以我們就來看，那華為也用它的所謂他們相關系列的這個昇騰系列的晶片呢，對，它也有推出所謂雲端服務。好，那我跟他講一個概念，去年的這個各家現在都公布營收，對不對？去年的雲端服務呢，你基本上沒有成長的20%以上，你都不及格，早就削翻了，全世界大家都成長非常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我們先看別的公司，阿里巴巴他說什麼呢？我呢，雲端服務業在2026年成長了36%哦。那騰訊就說我們呢增加了22%，然後這個所謂雲端的基礎建設的全球是增加29%，所以你看全球至少最低騰訊都22%，成長22%，這是最低的標準哦。結果呢，華為前一陣子他公布財報，他說呢，我們呢2025年的來自外部客戶的雲端運算呢下降了3.5%，然後來到了321.6，你有鬼啊！大家都增加，為什麼只有你減少？你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嗎？對啊，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很簡單，因為他用華為的 AI 昇騰晶片的解決方案嘛。我要租華為的雲端服務的時候，我就要用華為的晶片。對，那我用華為的晶片的時候，趙爾你跑不動啊，那怎麼辦呢？我沒辦法用啊，我就不要用你的雲端了。對啊，我就不要用你的晶片，就不会用到你的雲端了。那我改去用阿里巴巴，改去用騰訊了，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們買的就是輝達的嘛。所以 OK 啊，所以他今天這泡泡戳破是說，華為吹的跟什麼一樣？中國說的什麼一樣？但是華為晶片沒有人要用啊，因為華為的晶片，華為的雲端不可能用輝達的晶片嘛，他用華為自己本身嘛。好，所以他等於戳破了什麼？華為的晶片沒有人要用的一個就是這個樣子啊。因為你看，連這個國際媒體都這樣說了，華為雲端收入在2025年出現下滑，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工智能落後美國的競爭對手嘛。人工智能就是指美國的晶片比中國強嘛，哈。那我跟他講，那連字節跳動，我們講字節跳動它怎麼樣？它去年的營收也是增加，然後他說字節跳動透過一項涉及計劃中的中馬數據的這個交換中心的合作協議，加大獲取高階輝達的力度，所以它等於它也要去。字節跳動也要選擇輝達，對。那阿里巴巴跟騰訊也要選擇輝達。最近不是說 H20能夠賣 ，H200能夠賣的話，他們都要跟他買。所以你要嘛就用輝達晶片，你要嘛就是用國外的伺服器，國外伺服器就用輝達的晶片啊。所以你要怎麼樣？你在國內跟國外都是要用美國的技術。他在國內來說就是你輝達晶片進來，我自己用嘛。好。那如果在國外的話，我就租用輝達晶片，反正我就是盡量不用華為。所以為什麼華為的雲端收入會減少？好，那除了華為的雲端收入減少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知道華為的消費者業務在去年增長了1.6%，達到3444.7億，較2024年的38.3的這個部門的成長大幅放緩。這什麼意思呢？手機部門。手機部門因為前年他不是推出這個折疊手機，哇，太熱銷，就沒想到去年呢賣得非常糟糕，才成長1.6%。對，那不止這樣，它的汽車解決方案，汽車解決方案原本成長率來說，2024年成長474%，現在變成成長72%，差太多了吧？為什麼？因為問界不是一直出包嗎？大家都很害怕。對，所以你顯見了，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顯然如果你從這些營運數字你看得出來，美國對華為的封鎖。的確，某些程度已經造成了華為的營運出現停滯的一個局面，這是我們從這些數字看到的一個狀況。好，那除了華為的問題之外呢，中國就沒講嘛，說啊，這個我們可以贏過美國的，為什麼這樣說？你看哦，這個中國的報道就在上周，阿里巴巴、小米佔全球 AI 數據大模型的 token 量、調用量的 Top 3。哦，那好，前3名都是他們。對，那什麼叫 token 的這個調用量呢？簡單來說，我們問 OpenAI 一個問題的時候，它就是在產生相關的 token。對，所以你的 token 越多的話，表示你使用的人越多，然後廠商能夠獲利的可能性更大。好，那就是說，你看啊，中國 AI 的大型模型的這個調用量的話，高達12.96萬億，就是16.9兆次。對，比同一周成長31%，前一周。美國才3.03啊，才3兆。對啊，我們是它的4倍多啊，12兆，美國才3兆。對，然後差距持續擴大，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中共調用的數字比你用太多了嘛，你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的 AI 才是強的。對，沒錯。那前3名都是這樣，排名前6名的這個大模型都是中國的產品哦，所以大家愛用中國的產品。前3名是阿里千問系列的這個，包括說 Queen 的這個3.6 Plus 啊，這個4.6萬億第1名，還有 Queen 的3.6 Plus 的 Preview 也是1.6萬第3名，還有包括說小米的這個所謂星辰啊，還有 Mini Max 的DeepSeek一大堆，全部都是
牢牢佔據全球 AI 模型的第一梯隊啊。他就說，你看，中國跟全球大模型增長這個高速成長，對經濟的拉動效果非常大。國產 AI 有望憑着能源跟算力的低成本的優勢，進駐高性價比的 token 定價壁壘，競爭力持續提升。疊加 AI agent 多模態等等的這個應用來說，看好有大模型的能力，還有應用場景的相關公司的投資機會，所以這些都是很棒的投資機會。中國太強了，買單哦，我們的 AI 太強了。好，就沒有錯。你看這些數字，照了這些也是真的數字。對。可是就因為有這些數字，才會有我們剛才講到 Anthropic。或者說像 OpenAI、Google 為什麼要動手？爭六大戰，因為你這些模型就是用我們能弄出來的嘛，所以我只要正本清源，我只要把你的模型打掉，你這個調用量能夠那麼多嗎？所以它現在有12兆好了。對，如果真的把你打掉，对，它就沒了。对啊，因為你既然都是真六，你既然都是偷來，你的算力都是從美國這邊來的話，你在一夕之間，對，什麼都沒了。所以我才說這一招是給你釜底抽薪。你看這是中國爸爸，美國 AI 3巨頭圍剿這個模型爭六，中國公司終要大考。好，那什麼意思呢？他現在我講美國的公司現在準備怎麼樣呢？他準備在我們的模型裡面加了一個類似是網絡這個浮水印的技術。對，浮水印技術是什麼意思呢？你在問我們的任何的事情的時候，這個會有產生浮水印在這個檔案裡面。所以我可以用，就有點類似我們以前呢要偷印別人的東西的話，他不是用一個所謂浮水印在上面，你就知道說這是你偷印的嘛。說它會有一個追蹤的系統會在上面。對，你今天弄我的東西，你不要以為真的會有浮水印在，沒有。當我輸一些代碼的時候，對，就出現了嘛，證據就來了。對，好，那你看這樣，他要請求風險、行為溯源，還有跨平台的數據共享等等手段。好，所以你看這個捷徑把它堵死的話，你看這個人家講了哦，中國大模型的行業迎來原形畢露的時間。好，所以就這樣，然後說，所以他有這樣做的話，短期行業會迎來劇烈的陣痛，大量依賴爭六的小型模型公司將率先出局。好，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很簡單，照你這樣，因為我有知道你是浮水印，你是爭六的話，我可以跟你收智慧財產權，我告死你了，因為你用我的東西嘛，你用我的東西來說，我當然可以告你，所以很多小公司就會完蛋。那其實，他講的是中小型模型公司，趙和啊。他們指控的都是大的對 ，DeepSeek 是大的耶 ，Minimax 是大的，都是大的，誰是小型？所以中國的很多語言模型搞不好會團滅啊。那你看他們還繼續吹，你看這一次沒有被點名的還有一個智譜哦，智譜最近在香港股市漲翻天了，那他們 CEO 馬上就說，談中美的這個 AI 差距，他說中國走向無人區，不再踏着別人的腳步走，什麼意思呢？中國領先了嘛？我用我自己的，對，我自己研發的。中國已經領先了，我們不需要踏着美國的腳步，這樣講了大言不慚的這個狀況。他就說，你看我們智譜的這個模型呢，取得全球第3、國產第1、開源第1的這個模型，對。然後就說什麼內地的這個 AI 6小虎啦，智譜全新的模型呢，成本及費用比 DeepSeek 還要更低，哇，講得好厲害，對。那到底是你怎麼弄的呢？你怎麼弄出來的呢？好，於是呢，有人就去用智譜，你看這是智譜的這個青眼，它的這個模型，對，就問他 GLM5，對，就問他說，請你這個自我介紹一下你自己哈，就創立一個網頁自我介紹你自己，然後 AI 的自我介紹的這個網頁就這樣很多哈，然後介紹出來的時候就出現這樣一個狀況，好，他就這樣，好，你好，我是 Cloud 是誰？Cloud 是 Anthropic， 不是你不是智譜嗎？對啊，智譜應該介紹自己，我叫什麼啊？對啊，結果他輸入完之後，你好，我是 Cloud，對啊。所以抓到了，所以他就說什麼？他裡面就說什麼？他就說，其實我是身為一個由 Anthropic 開發的 AI，所以講了老半天，那你就是 Anthropic 裡面你就是爭六出來的嘛。對。所以這樣搞了老半天來說，你就是雖然說你是穿的這個智譜的這個外衣，但是你的內殼裡面脫掉外衣之後，就是變成 Anthropic。所以為什麼 Anthropic 沒有點名你？但是如果你從這樣的話，你也知道說你這根本不用什麼證據，我連輸入這個我都抓到證據了。那你還敢講你是走向無人區？你是踏着美國的腳步往前走啊！所以呢，這就是被抓包。好，所以我才說中國的這個大語言模型可能面臨到美國真的要對你提起這個所謂正本清源的時候，你會面臨到很大的問題。好，那緊接下來是什麼？我們前一陣子我們不是討論過這個案子嗎？這個美超微的案子啊。他們的共同創辦人廖姓創辦人，還有一個在台灣區的負責人，還有他們的一個中介商，現在3個都被美國起訴嘛，判重刑嘛，美國現在繼續調查嘛。雖然說他們3個都否認，但是看起來的話，他們已經要開始重啟調查。照你這件事來說的話，讓很多美國商人看到嚇死了。裡面這個有一個公司叫貝恩資本，貝恩資本它其實是美國的一家投資公司，他現在知道，
你這樣代誌會大條，所以怎麼辦呢？他把一家疑似走私 NVIDIA 晶片的東南亞公司從馬來西亞的運算中心把它移除了。為什麼？因為他原本有在這個馬來西亞投資這個僑數的數位中心，對，有一個叫做 BDC 這個案子哈，他就說，你這個所謂迪巧的這個數據中心，你有租給一個，包括說像這個叫做 Mega Speed 的這個所謂的電力的容量，對，請不要給他了。轉到由總部位在洛杉磯從事 AI 模型的雲端基礎建設的這個供應商 Zenlayer 來接手，所以等於這種原本的 Mega Speed 你買走後，所以他今天已經抓到你中國就是這樣子在全球對去租用，不管在馬來西亞，不管在新加坡，对，現在美國加大力度在上面的時候。貝恩資本就是砍了第一槍，做第一槍，我就不讓你在國外是有算力的。對，為什麼？因為事實上現在顯然美國要追查說你是不是有按住中國嘛？如果按住我就死定了。對，好，那為什麼？因為這個總部位在新加坡的 Mega Speed 哈，目前的一個疑點就是輝達在去年秋天在這個 BDC 的這個資料中心裡面來說話，觀察到大量的輝達伺服器的去向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也就是說，那我們知道輝達現在。不能說，我們也不清楚這個東西。好，那 Mega Speed 是什麼東西呢？我們記不記得黃仁勳來趙元宴或者來台灣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女性的主管在他旁邊嘛？這個就是所謂的 Mega Speed 的高管黃樂嘛。這個貝恩資本當然看到嚇死了，趕快切割。如果我的事，如果我把我的資料中心租給 Mega Speed，Mega Speed 被證實他跟中國有往來的時候，那我不是作死，我也完蛋，我會不會被起訴？所以當然很害怕啊。所以變成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所以來說，現在大家。因為你起訴這個美超微，我就跟他講，這是一個示範作用。對，他來點醒你，你誰再敢幫中國的 AI 模型的話，你自己走着瞧。你宰戲啊你！所以現在貝恩資料中心開了第一槍，他趕快閃嘛哈。所以我跟你講，這就是一個徵兆。另外第二個徵兆是什麼？我現在不讓你用大模型，你不能夠用我的增六技術。第二個，你不能夠用我在海外的所有的 AI 伺服中心。第三個，現在正本清源是什麼？我把你的晶片產業把你斷掉，所以這越殺越多，把技術的制裁掐更緊。沒錯，好，這個目前為止在美國國會裡面，他們兩黨提出一個叫做硬體技術控制多邊的協調法案，簡稱叫 Match 法案。他意思是什麼？他意思是說，我們要繼續加強對我們半導體出口的一個相關的瓶頸呢，把它勒得更緊。好，他就說這個法案裡面的出口管制，包括原始的交易，還涵蓋最終的用途，然後最終的使用者，然後再出口，還有後續的維修服務。不是，簡單來說啦，太可怕，連後續的維修服務，對，你就算現在有，你以後也不會有，因為我不讓你修了。對，簡單來說就是所有交易流程的，還有交易流程之後的，我全部都把你控管在這裡面。好，那目前為止來說，根據美國列的實體清單裡面，你可以看到長興存儲，中國最大的這個記憶體的製造商，華虹是中國第二大的這個代工，華為就在裡面，中芯中國最大的，對，長江存儲還有中微半導體都是中國，還有什麼北方華創，這些都是中國重要的集體電路的公司，全部都列在這裡面。好，那這個 Match 法案來說下去之後，對中國殺傷力到底大不大？因為他已經把這個艾斯摩爾也把它列進去 ，DUV 都涵蓋在這裡面。那 DUV 是製造28奈米還有以上的成熟製程的東西哦。所以如果我把 DUV 也納進來，你後續維修不能給他28奈米，它也要封殺。對，沒錯。那你知道28奈米，因為28奈米封殺，等於是中國的這個很多芯片都沒辦法做了。對，哦，所以我就說，目前為止他們都按這個美國的中國的中芯還有華為都是高度仰賴艾斯摩爾的 DUV， 沒有解決的方案。所以就說，你看啊。美國等於是用權力的方式封鎖住中國的所有的 AI 的發展的這個狀況下，你就知道說，其實沒有錯，中國的 AI 發展雖然短期看起來很強，但是我跟他講，你如果把它一層一層一層的剝開的時候，你會發現到說，其實它還是站在美國的技術上。金明哥，我們剛剛講，像等於是中國的 AI 技術是完全被美國給掐緊，但是中國什麼？我不怕，我有什麼新三樣？我的電動車非常厲害啊！結果你看到這個畫面，中國電動車太強了，這個廣告竟然是你開車的時候會跳出來，而且你沒按掉的話，你的車是不能動的，會出車禍的。都說中國電動車的發展，只要靠這個一台平板哦，就是中控的這個它的螢幕啊。就可以這個讓你的汽車展現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慧多樣化，很高科技嘛。可是剛剛你看到那個畫面上啊，就是現在中國的這個車主他們在抱怨說，拼多多，對，我好好的開着一輛車，這是中國的他們那個極客汽車的一個車主啊，你看他
在不斷的要把那個視窗彈窗啊跳出來，就跳出視窗的這樣的一個拼多多10週年的這些它的一個廣告啊，關不掉，你知道嗎？它這個背景你可以看到，疑似是在山區的這個道路，它的停在路肩，關不掉那個拼多多10週年的廣告就算了，還出現了你有一筆這個補貼等待開獎。2026元人民幣啊，哦，這個是你要強迫消費嘛？你是要立即領取呢，還是怎麼樣？他就不按嘛，但是又關不掉，而且不只是拼多多在這個極客車主的這個它的熒幕上出現這個，像這個是華為鴻蒙車載的系統，它正在過年期間哦，你看到它是在工地外面的一個這個馬路上，它跳出領紅包的廣告，有沒有搞錯啊？它前面有一個這個車子的這個後面的紅燈，疑似它前面還有一台車，他這個時候要看他的這個時速或看他現在的地點，你這個時候跳出來領過年紅包的廣告，那他到時候怎麼看這個行車的這個畫面啊？對，所以這當中啊，甚至還有包括深藍汽車，他開啟了這個導航的時候，竟然會跳出來這個購車的廣告，不是有沒有太離譜了吧？購車金1萬元，還這個提前怎麼樣下定就送給你，然後甚至還有長安汽車的這個車載系統，它跳出來是雙11的廣告。這個廣告太多了吧？你看到什麼？不衝前不給你剎車，就問你衝還是不去衝？還有什麼？你還差3個鑽石就可以踩剎車了，不是？這也太可怕了吧！甚至還有華為的問界車主啊，他的這個開着華為的問界車，結果沒想到車主上車之後，他要從停車格倒車出來嘛，對，他打這個倒車檔，打到 R， 你看到他這個倒車檔的確是打到 R， 可是你看他那個中控螢幕，卻始終無法顯示它的一個倒車顯影啊，完全看不到這個所謂的車載平板，剛剛看到是一大堆廣告在上面，現在是我打 R 檔要倒退，我要等20秒才會有影像，所以這個車主就硬是等了20秒啊。如果你急的話，你想要急着倒車出去，你是不是要等它整個20秒過去之後呢，它出現了這個螢幕，你才能夠順利倒車嗎？車上的這個車機平板啊，遲沒有反應，所以呢，停在它的這個桌面，整20秒之後呢，它才能夠跳出了這個顯影雷達，就有夠 delay 啊。那不止這樣，還有華為的鴻蒙系統的這個車主啊，它的車載平板的車機啊，甚至卡的卡頓哦。你看，一般我們來講說，你要去用手勢去把它這個放大或者是縮減，手勢去控的話，它完全不這個停滯了，卡頓在那個畫面不讓車主用手勢順利操作。另外呢，還有華為智界 S7的車主，他的車載平板啊極其卡頓，手都操作到玩一個陣子了，就是你點不管任何的選項，它完全沒反應。等一下，這個畫面也太好笑，它滑完了，它滑過去了，它不動，就是不動。對不對？這有毛病啊！這不只是卡頓，大概整個車機都宕機了。死機了，所以他也受不了，車主都在那邊抱怨啊。我相信過不久可能會有一個這個集合類似這些智慧車的車主跳出來，把他們的私密畫面全部都提供。還有華為問界 N7的車載平板機啊，它開機了之後，那個導航啊，它的旁邊的這個黑屏竟然會超過6秒。按了，你看按了之後呢，黑屏6秒鐘啊，那他都不知道怎麼辦啊。所以你看到沒有？現在才出現。但像這些東西都讓這些中國大陸的車主都覺得，你不是號稱人工智慧的平板嗎？這些車機都是最高級的這個高科技的系統，怎麼會讓我這個車機卡頓黑屏？是不是晶片太差了？但也有人講說，這個就像是手機，我們一般手機如果你下載過多的 App， 對，那你當然手機就會比較慢，卡的慢了，那你就可以去清理嘛，對不對？但問題是，這些車主買的這些電動車，它本身的車機的平板，它所下載的東西和 App 那些軟體，又不是車主去下載的對，也不是一般網友問說你手機是不是投屏，不是，是他買車裡面車商就裝在裡面的。車商你是幹嘛？跟這些廣告商跟這些合作到，你裝了那麼多 App， 而且還不能像手機一樣定期清理。難怪剛剛有這麼多廣告，所以這車商裝的也不是車主裝的。你現在怪車主，那車商不檢討他嗎？那如果講到車商的話，你看到最近這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市場，我們一直關注它，說它是內卷非常嚴重，持續的升溫，競爭激烈啊。那你看到這一款是華為它跟這個廣汽合作打造了一個新品牌 GT7哦。那你看到這個外形紅色的這樣，有沒有很像的這個保時捷它的 Taycan Sport？對啊，這兩台不是一樣的嗎？不一樣，我以為不一樣的車這才是保時捷啊，這個才是華為跟廣汽合作的。這也太像了吧？它裡面強調說它的這個內置的系統啊。
高科技的智慧啊，包括乾坤自駕啦，它的这個人工智慧的理念投入在裡面，這個乾坤自駕 L3級的系統架構，這樣子我完全看懂了一件事情，為什麼它的車載電腦會宕機？你車裡面都裝一些有的沒的，所以呢，你就知道，再加上它的價格60幾萬，大家會不會敢開呢？因為價格實在太便宜啦，因為你有強大的這個硬體，問題是你軟體變成這樣子，所以你就看到說這一些畫面，也難怪有這個網絡的博主去吐槽，對，然後甚至因為華為它的這個問界，就我剛剛有形容的，有一個問界上面的車款，有問界 N5、N7、N8、N9，那這個周姓的這個博主呢，他就上網分析了這個華為跟這個問界的這個財報，結果他被華為投訴了29次啊！他只是解讀財報，華為親上火線去投訴他，他追殺他29次，為什麼要追殺他29次？因為我覺得他講的大白話，他裡面有去算哦，他說問界汽車啊，這個去年就交付了42萬輛，算是中國大陸國內市場銷量最高的中國豪車的品牌啊，尤其是去年交了40幾萬輛，他去根據那個媒體的去報道，他去算出來，問界汽車平均售價大概38萬。那問界是華為跟賽力斯他們合作的這個公司，那所以呢，它是最大的供應商。那問界只要每賣出一台，那大概一台車會有14萬權利金就要給華為，所以你就算38萬的售價減掉給華為的這個支付給華為的14萬，那減掉毛利11萬，這個毛利就是賽力斯集團它的毛利率有28.8%，按30%來計算的話，大概11萬人民幣的毛利率。所以你東扣西扣，你只剩下13萬人民幣耶，而這13萬裡面還包括人員的工資、設備、廠房的折舊，最後呢，這個周姓博主就得出來。整體的這個成本也就是10萬人民幣，硬體成本對10萬人民幣，你幾乎等於賣的這車就是等於華為，這跟賽力斯合作車，等於車商啊，他根本什麼都沒賺。你想可能嗎？做白工30幾萬，幾乎這樣分光光之後，完全沒利潤了。那為什麼它的毛利率還可以有將近30%，28.8%？它的營收淨利潤它還可以到將近60億元人民幣，59.6億元，而且連續2年實現盈利，這就說明了2件事。第一個，要麼這個周姓博主分析出來的問界財報是假的，弄得很漂亮，但是成本這樣算一算不對啊，成本幾乎都沒有什麼賺頭，怎麼會盈利率那麼多？另外一個可能的狀況，如果這個財報是真的不是假的話，就表示你這些成本啊10幾萬，是不是我們剛剛跟大家分析的所謂的那個車機、平板那些東西啊？你會不會是有偷工減料？你会不會是問題太多？所以我需要會卡頓，所以我要會宕機，所以我要廠商的廣告，我要那些廣告商異業的合作，我才能從這些錢來增加我的成本的這個支出啊。所以用他們來補我這個，那我設備硬體當然卡的，當然爛啊。那如果這樣聽完了，你還覺得說他的車都沒問題，電動車很棒？你會覺得說，那下次你自己身為像現在我們今天所介紹這些車主，你敢開這些車上路，然後碰到了問題，你知道如何解決嗎？你就知道Mega所在了吧？請問老師，我們又看到誰？李在明，沒想到他現在竟然對北韓，他竟然道歉了，就因為去年9月到1月的時候有無人機去，就無人機去之後，沒有想到李在明說個人竟做出這種挑釁行為，令人非常的遺憾。就最尷尬的是什麼？連金正恩都稱讚他，說李在明此舉展現了坦率有氣度的態度，在給他摸頭嗎？對，金正恩稱讚他，金宇鎮也稱讚他，但問題是整個韓國的民眾罵翻了，氣炸了。為什麼？說你總統來講的話，是不是太懦弱了一點啊？怎麼說呢？這事情發生什麼事情啊？就是無人機的事情的話，在去年9月跟今年1月的時候呢，這個韓國南韓呢，就無人機進入到這個北韓的這個領空當中，但後來在1月那個無人機有被打下來，所以那個韓國呢，北韓呢就把那個所謂的照片呢，整個這個要求說李在明啊，你要處理一下，你怎麼會放任你的那個民眾呢，把無人機要飛到我們這個北韓的上空呢？你知道那時候李在明來講的話，說是，對我要去調查這件事情，他竟然這樣幹，他竟然做這件事情啊，結果調查了將近兩三個月4月6號。今天在青瓦台親自對外說明原來是什麼？原來這個無人機呢是一個大學生做的事情。但問題是什麼？你記住問題是後面有一個國情院的情報官，還有國防部的2名軍官協助了這個大學生呢，把無人機弄到北韓去。但問題是，他把這些軍人，把這2個軍人跟一個情報人員本個抓起來還有大學生抓起來，在立案調查。但問題是，你如果這樣幹的話，那你接下來南韓的所有軍人
以後怎麼替你做事情？對不對？他們認為說，那我多做一件事情去徵收，去情報徵收，我就被抓了。那我就被抓了，那我幹嘛替你總統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對南韓內部來講造成很大的衝擊。到底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反倒是敵人來稱讚李在明。所以你看金宇鎮怎麼講？金宇鎮說，總統親自表達這個遺憾呢，提到防止再次發生這個事情呢，北韓政府認為是相當值得慶幸的事情。然後他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是一個自己是明智之舉啊。然後金正恩也認為說，展現了這個氣度展現了這個作為這個所謂的總統的一個坦率而且有氣度的這種態度。所以呢，這個時候是兩個都在這個所謂稱讚李在明，但問題來了，後面補上一句，說你為了要和平跟穩定來講的話，如果再次發生這件事情的話，小心你南韓將付出嚴重的代價，難以承受的代價。對，後面還是給你警告一下。但關鍵是在哪裡啊？記不記得一件事情？為什麼？因為李在明問一件事情啊，在問自己的軍人啊，說一個大學生經過層層關卡，雖然有內應沒有錯，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回報呢？為什麼沒有人去阻止他呢？這像不像什麼？今年在那個美國的軍事演習，美韓軍事演習的時候，那韓國說不參加，對不對？結果美國 F-16直接去挑釁中國的時候，後來韓國才知道，不是嗎？韓國他也不知道啊，那你想想看，被通知的。那我一直在懷疑跟揣測啊，這個情報人員以及相關的軍人，還有這個大學生，是不是美國人故意去弄的？是故意美國人去在背後來講的話，你李在明想要兩韓很好，对不對？然後在釋出對北方的善意，對不對？但中間就有人刻意在作梗啊，所以其實韓國內部來講的話，現在那個親美派的開始出招了。在測試李在明到底你是怎麼處理這些事情的，結果沒想到你竟然是跟敵人稱臣啊！對，這很像什麼？鄭麗文到中國大陸去跟習近平稱臣那個概念是一樣。所以李在明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他對中國說請，對台灣說謝謝，對北韓說對不起。他哪有跟對台灣說謝謝？太厲害了！他對台灣來講的話，那個簽證的事情，那個入境單的事情的話，搞得這個所謂的滿城風雨了啊！後來是因為台灣也是外交出招來講的話，他才把這個所謂這個中國的一部分呢把它拿掉。所以李在明看起來就是說讓人家看出他的一個露出馬腳。但是我們話說回來啊，這個北韓現在來講的話，他其實頻頻出招，而且他現在也大肆的透過所謂的駭客然後入侵到美國的相關的企業。對，你知道嗎？現在來講的話，有好幾個人都被美國的企業面試成功，然後進入到這個美國的企業來服務但是事實上他們是進入到這個系統當中去竊取任何的機密，知道嗎？所以現在呢，其實美國已經發現了，所以一個美國專門在處理這個所謂的資安問題的智庫呢，就跳出來警告這些美國企業說，你如果在面試這些所謂稱是這個所謂的其他國家人，但事實上是北韓人的話，那有北韓人偽装的話，那你就要測試他，問一個問題，問什麼問題呢？就請他講一句金正恩是頭大肥豬。金正恩是頭大肥豬，看他敢不敢講？所以這是一個實際測試的例子你看現在這個人，對，他是偽裝成日本人，然後去到美國企業進行這個面試。那這時候呢，這個美國企業就跟他講說，那我們現在發現到很多這種偽裝成這個所謂的北韓人，偽裝成別國家人，那你可不可以講一句話？結果叫他說金正恩是個又醜又大的一個肥豬。結果你知道他什麼回應嗎？他就就開始支支吾吾的講不出話，然後接下來就畫面卡住，他宕機了，直接宕機，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我講了也沒有回應他。我講了我會殺頭的。是啊，所以就代表說他真實的就是所謂的北韓所放出來的駭客，然後準備是入侵到其他國家的系統當中。他真的宕機了，不是我們的畫面有問題，這不是畫面有問題，就是真的就是宕機了。所以就代表說什麼事情？就北韓他需要運用這一招，當然西方國家也有治他的方法。就像大家在問中國的小粉紅說，你可不可以講出6·4天安門是一個屠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他們可能自動就被審查掉了。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